好，接下來特別關心到了美國，因為它最新公布了這個失業率創下4年新高。今天我們也會來就這個議題做關心。它的非農的就業也創下了5年最慘，同時這個也是最新的數據。現在看起來破100萬人的裁員潮，在今年海嘯已經席捲了全美。今天我們會就美國的經濟是否已經正式的失速來特別做關心。趕快來看到幾個最新公布的數字，是11月份美國的就業數據增加了6.4萬個職缺，看起來好像還行，但是我們現在看到，讓美國人民真正害怕的是他們的失業率。現在一年多出了70万名的失業美國的人口，那麼失業率狂飆到4.6%，是這創4年以來最新高的一個記錄。同時，它的非農就業人數單月更是暴減了10.5萬人。數字一出之後，道瓊指數立刻是重挫了200點。專家特別分析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的一個就業人口暴跌的原因，包括了來自於企業得承受關稅的壓力，政府機構更是一度的關門停擺，還有 AI 這個取代人力對於科技業的影響是特別重大的。那麼類似的就業的這個裁員潮，現在美國不斷的蔓延，已經影響到了各行各業。我們來看到這個，同時也是最新的幾個新聞哦，幾家比較知名的美國企業現在出現了大裁員潮。首先來看到亞斯蘭戴，這個全球裁員規模從原本預估3000人會提高到最多7000人。FedEx 物流公司關閉了德州一處的物流中心，會裁員800多人。百事公司旗下的這個子公司也關閉了它的佛州的2座工廠，解雇人數500名員工。德州我們來看到了喜來登飯店，在2026年這個店它就会正式的歇業，那麼110名的員工也會集體的被裁員。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幹哥，如何看美國目前的經濟還有它的就業狀況，會不會陷入危機？聯邦儲備銀行的總裁叫威廉斯，他講了一段話，他說職位的增加一直處於疲軟的狀態。什麼叫職位的增加？就是說你在國內的職務需求就一直沒有增加，為什麼？因為直接的衝擊就是 AI， 好不好？我們現在在講說 AI 泡沫化，但是 AI 同樣衝擊的市場，尤其是白領階級。藍領可能還沒有那麼嚴重，但白領階級為什麼？因為他們是要做決策的，在有很多 paper 或紙本或是決策上面，其實老實講一句，透過 AI 來做，會比人腦要來得快得多。這就是為什麼你說這個新增了，我們11月新增全美4.6萬個工作機會耶，新增那麼多，那為什麼失業率還是創新高，變成失業率變成4.6%，創下4年的新高？也就是說，這增加的64000個職缺根本沒有對市場有什麼幫助嘛。而且威廉斯他說會越來越明顯，為什麼？因為現在的裁員不是像以前比如說英特爾他突然說要裁員多少？裁員2000人3000人，全球裁員他也會一次性的這樣做。為什麼？跟年報財報有關係。他可能這一次砍掉的話，他對於他的年底的那個財務報表會比較好看，等等之類的。現在他說不是，現在各大企業你去看這些企業，它都是一次小規模，一次小規模，然後多次在短時間之內發生這種事情。我一次裁50個人，你不會痛啊？可是我隔了1個多月，我又裁了20個人，然後你會發現你對面那個同事不見了，沒有人來替他的職務。這是很多美國的銀行，尤其是銀行發生這種狀況，因為他們只要發現 AI 能夠做的事情，就幹嘛？就不需要你了。那你就要想，為什麼我還坐在這邊？為什麼我對面的同事不見了？他也許是我的上級，他也許是我的平級，他也許是我的下屬，但他不見了。對，2個禮拜以後，沒有人補他的位置，什麼原因？沒有什麼原因，那叫做永久性裁員。他現在永久性裁員這種文化在美國很多個地方都可以看到，像比如剛才講的雅詩蘭黛，或者是那個阿靈頓、喜來登等等這些飯店，還有百事可樂，它都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因為其實老實講一句，能夠用 AI 的數位化來取代的工作，其實我們沒有那麼急着需要有人來頂替。當然，做最後決定的以及維持市場運作的，還是需要人類的智慧來做。可是不是那麼的直接。
這就是因為歸根結底到最後一個原因，終結的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關稅造成的影響。你關稅造成的這樣的影響之後，美國主要企業到現在還在看，那最後是怎樣？最後到底會怎樣？今天關稅造成就是說美國的國家賺錢了，可是老百姓沒有賺到錢。就是說，川普好像從各個國家拿到了很多錢啊，那問題是，他不是給了企業或民間，所以說大家的不確定感就一直存在，而且到了年底都不會消散，恐怕到了聖誕節以後，或者是到了明年的新年，美國的國內才會有一番比較能夠確定的感覺，因為到現在大家還不知道說關稅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所以對於職位的需求就沒有這麼高。我們還要繼續看一下美國的那個疲軟的情況，恐怕還要再好幾個月。好，剛剛我們看到的是美國目前最新公布的這個就業數據，確實表現得非常疲軟。那經濟數據的疲軟，當然也造成了美國現在內需跟它的消費，甚至對於金融市场都有一定程度的衝擊。我們來看到，這是高盛發出的最新市井，拉下了紅色警報。他認為說，在消費疲軟之下，現在不只是影響到低收入戶了，整個中產階級現在的危機在美國蔓延，特別關注到是25到35歲的年輕消費者，他們的消費力暴跌，多家企業也說了，消費者信心跌到了数十年最差，非必要的這些消費品股價也是暴跌，包括了我們關心幾個比較重點的餐廳，像是墨西哥卷餅店，在美國很知名的 Chipotle 股價暴跌17%，地中海快餐連鎖店 Cava 下跌股價11%，其中還有豆芽農夫市場的股價暴跌了26%。在市場這麼的動盪，有一個東西大家可以特別做關注的，就是納斯達克傳出研擬它的交易時間原本是16個小時，現在要把它增加變成23小時。有人在解讀說，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是資本市場要上演提前逃命潮嗎？怎麼看目前這一些包括企業，他們是在做正常的調整嗎？這樣子的一個裁員等等，委員怎麼解讀？所以我想，剛才幹哥已經提到了嘛，就美國現在會面臨這麼嚴重的這個失業率上升的壓力，當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就像當年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一樣，那個時候就面臨了一個很大幅度的很長一段時間的這個失業潮。然後現在你看到的是從工業社會要進入數字社會了，也就是 AI 逐漸的取代了這個更多的工作崗位啊，所以這樣的一個趨勢只會越來越嚴重，幾乎不會有緩和的跡象哦。那麼當然，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關稅的因素了，就關稅的因素造成了美國的物價這個通膨持續的蠢蠢欲動哦。現在如果你在美國有消費的，或者你有親朋好友在美國的，隨便去問一問，你就可以知道，美國現在的消費已經貴到這個驚人了哦，就是讓大家已經覺得幾乎無法想象的地步了。那我們現在講到的這些東西，還是一些我們說的物流業、美妝業、食品業、飯店業。可是如果我再把時間再往前推半年，我讓各位看到的是什麼呢？ Microsoft 從去年到今年已經裁了上萬人了，就是 Microsoft 都裁了上萬人了。你說 Microsoft 有沒有 AI？ 有，它有 Open AI 啊。這理論上來說，它不應該要裁這麼多人，它裁了上萬人。Google 也裁了一堆人哦。然後到了 Amazon。本來今年說要裁3萬人，驚呆了整個市場，大家都瞠目結舌。到目前已經裁了14000人了，所以你還不要講說像這些美妝飯店業幾百人的失業。我們光看美國的幾大高科技產業，他們一裁人都是上萬人的裁。所以你說對美國來講，它的失業率上升幾乎是可以預期得到的，就完全沒有令人意外的。如果這樣子失業率還沒有上升，我才覺得這個數據有問題了呢。那麼你回過頭來講，現在對美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美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華爾街不斷的在炒作利多消息，所以華爾街我們看到那個股市的那個數值那個泡沫越來越大。當股市的泡沫大到跟實體經濟脫鈎的時候，那就是金融風暴要來臨了。但是華爾街持續的在玩這個遊戲，所以我們看到你說納斯達克說為什麼要把交易時間再拉長？因為對華爾街的人來講，他們永遠都在報喜不報憂。永遠都在玩各式各樣的這個資本操作的遊戲。他們如果不玩這個操作遊戲，他們就要捲鋪蓋回家了，就要換他們失業了。所以現在美國最嚴重的狀況是什麼？我覺得美國現在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局面。在美國的聯準會決定要不要升息，決定這個所謂美元的這個貨幣政策的時候，他們通常都考慮2個東西。第一個數字失業率，
如果失業率攀高，他們就要把資金注入市場，讓經濟體系能夠有更多的資金。第二個，這個 CPI， 如果這個物價水準往上升，他們就必須要把錢從市場上抽回來，讓市場的這個資金減少，讓這個物價可以下跌。所以在前一段時間，美國通膨嚴重的時候，你就看到 Fed 快速的升息，但是它現在面臨一個兩難局面，它失業率升高，它的 CPI 也升高了，所以到底要選擇哪一邊呢？這就是美國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我覺得對美國來講，它的經濟的致命傷就是當你沒有辦法同時解決失業率，你也沒有辦法同时解決這個通貨膨脹的時候，那麼在我們經濟學的理論裡，它就幾乎是判定了，就是這個國家的總體經濟已經面臨了重大的衝擊跟危機了。而現在美國正在走上這條路。好，一邊是失業率暴增哦，另外一邊還有通貨膨脹。那現在呢，一個美國的資產管理專家，他叫做麥克格林，他在这個時候就突然間討論了一個問題，然後提出了這個問題之後，在網絡上面引起了很大的一個討論。因為他就問了網友說：“你們認為說，2025年如果你在美國生活，一個家庭到底要賺多少才會感覺到，你的生活沒有這麼的拮據呢？”特別是針對這些中產階級，結果他給了一個答案：年收入要達到14萬美元，換算新台幣，其實已經算非常高了，455萬元，你才會感覺沒有這麼的拮據。這是目前中產階級的困境嗎？將軍怎麼看？這如果說是一個家庭年收入要到14萬美元才能夠維持一個體面的生活，我講的請注意，我講是一個體面，而是不是只是溫飽而已，大概要14萬。那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呢？美國來講，現在他們收入的中位數不是平均，是中位數，概略是8.5萬，也就是說，你必須要以中位數的1.7倍，你才能夠維持一個體面的生活。那為什麼美國來講要維持一個體面的生活要花到這麼多錢？我們知道，你維持生活有2種消費，一種是必要型的消費，一種是比較這個軟性的消費必要型的消費大概不外幾項，第一個育兒，對不對第二個醫療，第三個食品，第四個是住屋房貸甚至於如果說有些人如果他有學貸來講的話，可能還有學費。那我們檢討這5項，對美國人來講的話，這5項可以說是他們消費的5大金剛。那這個錢是沒辦法省下來的。對，比如說我們講育兒，你請一個保姆來講的話，我們台灣請一個保姆大概就是一個保姆最多只能帶4個。你不能帶超過4個，超過4個就違法。那通常來講，帶2個已經很吃力了。如果沒有經驗來講，帶2個已經很吃力了。所以說你的保姆費你就省不下來嘛。他的收入你就一定要給他到這麼多錢，你不能說大家平均這第一個育兒的費用為什麼會高？第二個，這個租屋的經費，那當然更不用講了。最近美國這個房貸的費用、貸款費用或者是房租的費用一直不停地升高。那食物方面也是啊。那再來我們講醫療保險，我們講醫療保險。這個，譬如說，我們請一個看護，老年人要請一個看護，一個看護他最多就是照顧2個人，他就是一定要花這麼多時間，你不能說一個看護照顧100個人，所以像這些消費來講，他省不下來。但是有一些消費它是可以省下來的，比如說因為基於全球化的關係或者自動化的關係譬如說電視這種電視產品電器產品或者是說這個衣服啦、鞋子、襪子啦，由於是大量的生產，所以它價格可以壓低。但是這些東西呢，由於美國川普自己搞這個關稅政策，反而這些成本都墊高了，再加上失業率升高，所以不管是軟性的消費，或這些我剛剛講的軟性的這些消費，或硬性的商品的採購來講，價格都攀升。所以他們認為說，一個家庭如果要維持就是食衣住行娛樂樣樣都面可以維持一個基本的體面需要來講的話，他們認為要到14萬那麼高的美金。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代表美國來講，他們經濟上所面臨一個最大的一個困境在這邊。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